一旁九九有些欲言又止，还是抿了一下嘴角，继续留在此地与师兄师姐们并肩作战。他心想着，哎呀，只是带李长寿和灵娥去百饭店而已，五师兄一人足以搞定了。九湖瞧了眼还算坚挺的护山大阵，急匆匆地离了阵列，朝着小琼峰疾驰而来。果然呐，黑暗中捕捉到了这一幕的李长寿心底一叹，立刻就要对九湖传声。正此时，高空之中金光闪耀，一把带着些微功德之力的长剑展开云路，拖出1000丈剑芒，以奔雷劈山不可阻挡之势斩在了护山大阵的正上方。对方有一名金仙突然对着护山大阵出手，这一剑斩下，护山大阵光壁剧烈颤抖。渡仙门掌门大喝一声，再次将敌人2名金仙死死地抱住。趁着护山大阵不稳，西南西北2侧大阵之外数不清多少流光同时爆发，文字傀儡的配合之默契此时施展的淋漓尽致。大阵光壁的闪烁突然停顿，下一瞬直接炸散，一股股元气朝着四面八方席卷，宛若海啸一般。一名渡仙门太上长老高举光芒闪烁的宝塔，定声怒吼：出手！霎时，西南西北2侧爆发出数不清的流光，神通法宝齐齐发威。西北方向，遮天蔽日的毒手按压而下。万凌云长老袖袍飘舞，须发皆张，威风凛凛。但是7、8名天仙境大妖对此早有准备，各自祭起法宝，合力抵挡这位毒仙。双方其余仙人只敢远远地用法宝神通对轰，不敢踏入那飞速弥漫的惨绿毒雾。西南方向，数10名天仙前冲，拉近距离，斗法厮杀，漫天的流光不断的碰撞，已经有人影从云上倒栽砸落。九湖见状，立刻就要回身驰援，但是他刚扭头，耳旁就听到了一缕传声：打开锦囊，旁事勿管，你一人有扭转不得战局。万长老，九湖愣了一下，拿出袖中的锦囊，取出看了一眼，随后猛然醒悟：这般事，我此前怎么没想到啊？哎呀！瞧一眼激战之地，这矮道人一咬牙一跺脚，转身朝着破天峰匆匆飞去。刚才对九湖传声的自然是躲在暗中的李长寿，他只是模仿了万长老的嗓音和口吻。万长老此时正在这个山门的西北方向激战斗法呢，哪里顾得上九湖这边呢？接下来就要看你怎么哭了，师伯呀。李长寿心神挪移，再次开始一心多用。渡仙门南北方向数百里之外的2处密林中，4只木盒同时被纸人的小手给推开，浑身上下挂满了布包厚度惊人的纸道人从盒中跳了出来，他们身形摇摇晃晃，迅速胀大，化作了2男2女4名道者。哼，关门，放狗！哎，成骂自己的了。关门，打狗！南北各有2道身影施展起土遁，朝着渡仙门山门2处激战之地摸去。护山大阵被突破的一瞬，用仙阶风雨咒伪装成万长老的嗓音对九湖师伯传声之前，李长寿的心底也泛起过一丝的疑惑。掌门他到底行不行啊？身为渡仙门掌门，与渡仙门认领开山祖师渡恶真人必然存在某种关联。按理来说呢，自家的这位掌门大小应该算是人教的一个小人物，外出斗法本就为护持护山大阵，却又被对方一剑劈到了护山大阵上。不过考虑到掌门正在以1敌2，
而且这3名来历不明的金仙背后还有一个洪荒狠人文道人在。做一派之掌门虽然威风，但也挺不容易的。李长寿除去加强随时跑路的准备，也暗下决心，哪怕自己今后有幸道成大罗，也绝不会去开山立派，徒惹因果。护山大阵一破，门内再无屏障。破天峰看似是最中心最安全之地，实际上这里才是最凶险之所在。若空中激斗的金仙再有一剑落下，那必然是斩向主峰。所以李长寿宁肯牺牲一些平日里追求的隐蔽性，让自己与师父师妹不出现在破天峰，也要安排灵娥扛着人字3号指道人，带着师父先一步去地脉挪移阵附近等待，隐藏自身是为了免遭算计，终归也就是图平安2字，自不可本末倒置。有3只指道人守护，此时的灵娥安危也不必担心了。人字1号、2号指道人早就被李长寿送给师父和师妹了。传声给九巫师伯之后，李长寿的仙识扫过破天峰，看到了同辈的年轻弟子们，看着那一张张有些茫然无措的面容，心下轻轻一叹。倒是不能要求别人太多，做好我的事，尽我的一份力就够了。当下他继续掌控指道人，穿行于大地之中，赶往渡仙门山门。破了！大阵破了！白帆殿前，众弟子看着那炸散的护山大阵，感受着那突然增加了数倍的金仙威压，大多都在这一刻慌了心神。有心悬崖咬着嘴唇，站在大殿飞檐之上，仰头直面空中的金仙激战。又有一股股斗法的余波化作阵阵风浪席卷而来。西南西北两侧2场千仙大战如火如荼，漫天流光闪烁，一道道人影却在朝着破天峰的方向缓缓靠近。只从这般情形来判断，他们渡仙门一方已落入了下风。这怎么办？有秦玄雅看着手中的玉符，这是开启地脉挪移阵的关键，也是众弟子能够逃生的路径。若是长寿师兄在此地，他会如何做呢？定会是将师弟师妹送出后，与敌决一死战吧。他不禁如此想着，心底渐渐有了决断。将同辈弟子平安且一个不落地带出去，再回来为门内尽一份力。正此时，九巫提着长剑匆忙飞来，直接越过众弟子头顶，朝着殿内急落。有秦玄雅身形一转，自飞檐落下，连忙跟入殿内。他本以为这位门内真仙执事匆匆赶来，应该是来此地准备开启向下的通路，所以他想跟上去相助九巫一臂之力。可是让有秦玄雅以及殿外的弟子们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这矮道人一声哀嚎，在百凡殿中那具画像前叩头就拜。教主在上，教主在上，请教主大显圣威，救救我渡仙门吧！我渡仙门奉行教主教诲，清净无为，安心修行，护卫人族，却遭了这无端祸灾呀！被人利用，意图挑拨三教安危。教主在上，救救我们吧！咚咚咚，几个响头磕下去，九巫趴在那儿一阵乌烟。有秦玄雅见状，却是鼻尖微酸。莫非渡仙门今日当真渡不过这般劫难了吗？可明明现在只是刚刚接战，护山大阵虽破，但己方仙人伤亡并不大，破天峰还有大阵可守，也没有被对方打进来。这执事哭的，怎么却像是已经快全军覆没了一般？教主在上！大敌当前，有秦玄雅的心底
也有了些许的茫然。九湖低头哭嚎一阵，心底毫无感应，没有半点正在被注视之感。这矮道人抬头看脸画像，眼底带着少许的疑惑，随后又是吸了一口气，悲声将刚才的台词又重复地喊了一遍。不少弟子涌到门殿外，听着九巫在那儿哭喊呜咽，大家都是面露悲戚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李长寿暗中掌控4支指道人，已经迅速完成了包抄敌军后路的准备。这4支比原版纸人费了将近10倍纸张的天字指道人，携带着他此前注入的满满仙力，以及他此时的最高水准无色无味的毒粉毒丹，在地下静静潜伏，随双方战线推移，缓缓向前。现在的这般激战，4支纸人只要一冒头，必然会被瞬间轰杀，必须要有耐心，必须静待时机。只有将4支指道人的作用发挥到最大，才能不辜负那几棵老树们殚精竭虑的付出啊！偷袭这种事儿讲究的就是胆大心细，下手狠，挫骨扬灰，前踪退。2个方向上的渡仙门众仙，正如李长寿此前所料的那般，正在且战且退，这让李长寿等待的时机正稳步到来。渡仙门众仙在这种大型械斗中表现得十分团结，若有人受伤，必会被人拉去后方，身旁有余力的同门也会迅速驰援。但也正是这般的互相援助，让不少仙人的实力无法完全发挥，总体只能够不断的后退。外围山峰已经丢了6座，虽然因为相互驰援，渡仙门众仙身陨的不多，但是5成的仙人都已经受伤了。那些蚊子傀儡却是另一个极端，他们根本不顾彼此的死活，只管疯狂的前攻，就如同一群心神相通的凶兽，彼此配合默契，只求将各自的实力在短时间之内完全爆发。李长寿心底一叹，这个文道人也是有点东西呀。此时尚且还没有到合适的时机，李长寿也不由得分了一缕心神，用仙石扫了一眼在他看来此战最重要的人物九巫。想要从根本上化解渡仙门的危机，让西方教或者是其他宵小之徒不敢再算计渡仙门，其实只有一个办法，请大腿现身。在渡仙门生死存亡的时刻，师伯如果哭得好，哭来了1、2位真正的人教高手出手，那这渡仙门不仅是化解了此时的危机，今后也可以无忧啊。可是呢，李长寿仔细地感应了一阵，暗自皱眉。九巫师伯不断的哀嚎，当真也能令闻者悲痛，见者伤感。但是那个画像的周遭毫无波动，是哭的力度不够吗？人数不够吗？还是台词不行？李长寿的心底迅速思量着，仍然不忘关注着两边的大战，控制指道人暗中跟上。九巫又哭了一遍，画像的周遭还是毫无道韵波动。很快，藏身黑暗中的李长寿心底又有了决断，施展仙阶风雨咒，对着殿门处站着的有清玄雅悄然传声：有清师妹，先到殿外借一步说话。有清玄雅先是一愣，随后便转身出了大殿，没有丝毫犹豫。李长寿传声：我听九巫师伯在其内哭诉，突然想到这或许是救咱们一门的办法，只是九巫师伯哭诉的法子不对。为兄人微言轻，师妹身为渡仙门首席弟子，可愿意试上一试？若愿，直接点头便是。有清玄雅立刻点头，目光在各处搜寻，却找不到李长寿的身影。忽听上方一声巨响，众弟子连忙抬头看去，见云上光芒闪耀，雷霆横战，
一股股元气波动袭向下方。大殿外围的那200余位元仙尽皆爆发仙力，凭简单的阵法撑起了一层仙力屏障，让众弟子免遭斗法余波冲击。又听一声怒吼，云中突然出现了一头浑身冒着紫色火焰的神兽，他仰头咆哮，身周的火焰席卷四面八方，迫得他身前那名戴着枯木面具的敌方金仙急忙后退，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。但是这神兽的身上缠绕着一缕黑气，给人一种虚弱之感。渡仙门麒麟长老已经画出了本体。而百幡殿之前的有清玄雅也听到了李长寿的一阵叮嘱，秀眉轻轻皱起。这些话都记住了吗？如果能记住，就用力点头。六清玄雅重重地点了一下头。记住，一个字都不要落，将这些话强行记在你的元神中。此事稍后也莫说是我提醒的，就说是为你有感而发。六清玄雅轻轻点头，对长寿师兄这般的高风亮节早已经是无比钦佩。接下来找一种情绪，让情绪发自内心，想一些让你悲愤的事。让情绪发自内心悲愤的事。有清玄雅心底有些不解，在李长寿的指点下迅速找着感觉，他好像就没什么值得悲伤的事啊。这亲人也安好，修行也顺畅，师父对自己也十分不错。师兄，我一时想不出啊。他的嗓音稍微大了一些，周遭几个弟子看了过来。有清玄雅立刻转身面朝着殿内，李长寿的传声在他耳边萦绕，依然是不急不缓。不要急，这种时候越急越容易耽误事。你现在立刻想一件你最钟爱的事物，可以是宠物之类的。有清玄雅低喃。师兄送我的灵兽可以吗？很好。注意自己的情绪，想象它在你的面前，正对你轻轻地摇晃着尾巴，可爱吧？然后突然被一块山石给砸到了，不幸去世，头破血流，十分的凄惨。你埋葬了它。